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3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9.78，收盘价是203.9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3.95。最低价是在195.12，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1.507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17倍量增。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并且多头趋势的动能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3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在相对高档的位置。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那这样的线型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日后股价如果不继续上涨，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但是呢，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高开高走，那这样的一个线型配合这样的成交量，这是上攻的攻击信号。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点，就是目前的这根 K 线啊，虽然说没有站上前高，当然也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但是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会看到它站上了4月3日、4月4日和4月5日这3根 K 线组成的连三红的下跌 K 线组合的最高。那站上它们的最高呢，我们说就瓦解了这个 K 线组合下跌的动能。所以说，这个在5月31日的收盘价虽然没有站上前高，但是它瓦解了这个下跌的动能，所以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说日后股价如果高开高走呢，那么这是一个上攻的信号 K 线。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214。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那另外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93。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实际在5月31日收盘价是在203.93，出现了上涨。那实际上当日的这根 K 线啊，和我们判断的预测的回档的走势啊是基本相同的，但是这根 K 线在尾盘出现了拉升。我们可以看一下分时图，这是当日盘中的分时图。
那我们会看到，在最后的10分钟呢，股价是被拉抬到了高位。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出现这样的信息啊，说明，我们会看到，说明股价是有继续上行的动能的。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说，这个收盘价也站上了这个连三红的最高，正好这条红线呢，是我们昨天给出的观察位。就是我们要验证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否能够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动能。那实际上也是发生了。那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呢，那我们说后续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后续的上行。对于6月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继续上行，那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8，是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3号趋势线也和当日的 K 线焦点也在208附近。我们把图缩小来看，3号趋势线是我们定义的在2022年4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2022年9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头低的下行趋势。那第一个目标迎来的就是一个是要站上前面这根 K 线最高，还有一个就是突破这个3号趋势线。好，这是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17。我们说，如果后续股价能够站上217啊，将会出现头高，那么股价将会延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回档成功。那这样一来，后续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上涨行情。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下行的首要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78，是前低，也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的前面的一个低点。那跌破178就是要瓦解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这个短期多头趋势是自4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好，那么178如果被跌破呢，接下来2个目标就是164和下方的152。那股价一旦出现下行，它的总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152，因为跌破152将会继续维持自2023年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好，当然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在到达第一个目标178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我们称作叫护城河，就是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尤其是20均线值在6月1日会到达180，也就是超过我们设定的这个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它们都将成为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对于6月1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那这个202呢，我们说已经站上它，我们把这条线下移到199。199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观察位。这条线我们就可以加在这个位置，对，204.5这个位置。204.5就是目前的前高，
是5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对于6月1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这2个点，目的是我们看股价如果上涨是否能够突破204.5，站上它，那么股价会继续向上。那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观察199，也就是5日均线值是否能支撑住股价的回档。好，这是我们给出的2个观察位。下方的这条绿颜色的水平线，我们回顾一下，这是我们在本周给出的，对于一直到本周五的观察线，也就是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是否会跌破这个位置，我们依然保留这条水平线。好，这是我们对股价的日后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多头的仓位，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是在之前的视频给出过，在5月26日上周五的收盘价是在193附近，可以5%进场做多。但是呢，我们给出这样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时候呢，是在5月30日盘前的一个视讯。那这样一来，193进场呢，就没有实际的操作性了。那实际上，如果进场是在5月30日盘前，应该是在200关口附近是5%进场，对。然后在5月30日收盘价在201附近，我们又给出了5%的加仓建议。那么到5月30日收盘，这个多头的仓位一共应该是有10%的仓位，然后成本应该是在200附近，那么对于这样的仓位，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是到了5月31日，获利的目标位是214，然后止损位是在191，对，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守5日均线值。那么在5月31日呢，收盘我们会看到目前是203.93。也就是这样10%的仓位啊，既没有获利出场，也没有被止损出场，所以目前还是持有的。好，那对于这样一个仓位，到了5月31日，也就是现在收盘价是在203.93，那么我们继续给出加仓的建议，也就是在这个地方203.93加仓5%。那么这样一来，一共是有15%的仓位。那到了6月1日，我们要给出获利的目标位是210，然后止损位是195，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同时也是5日均线值下限的附近。对，也就是在6月1日，股价如果跌破了195，那这样的一个15%的仓位要即刻止损出场。好，这是我们给出的多头的操作建议，技术上的。好，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空头，在6月1日开盘203附近，如果股价出现了低开盘，那在203附近呢，会有空头的进场，那么他们的目标位就是195前低和下方的184，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08，这是第一个空头的仓位。另外一个空头仓位就是在6月1日，如果出现了高开盘，股价上涨到
208到210附近，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可能会有空头进场。那他们的目标位依然是195和183。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的217，或者也有可能会在212附近。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我们的这条观察线，是204.50。第二个压力位是208，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17。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它是一个区间，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96到199之间。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前低是195，上方呢还有一个200关口，所以我们把这几个点位合并，第一个支撑就是从195一直到200关口，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90到191之间。第三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0附近。当然，在这之前，184，也就是这根 K 线最低也会成为支撑。同时我们也会看到20日均线值和50日均线值也都重合在180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方的目前的支撑呢还是比较多的。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强势上涨。如果出现强势上涨，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2.5，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10.5，然后收盘会收在210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强势上涨。好，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02.5，在这个位置，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196，收盘会收在197.5附近。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2.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